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助家的顾问 Arthur。那我之前是有在加拿大留学过的经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助家的顾问周娜。我之前的经验是在英国留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助家行销 Emily。我之前是在纽西兰有打工度假跟语言学校的经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助家的顾问 Karina。我之前在爱尔兰有25+8打工游学的经验。Emily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录这支影片呢？就是呢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些就是其他代办不会跟你讲的事情，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自身去游学的经验，还有就是自己听到可能同学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学生遇到的经验，不论是好的跟坏的，我们都会透过这个节目跟你们去做介绍。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住宿相关的，很多学生都会想要问寄宿家庭或者是宿舍之间有什么差异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帮大家解答这样。是你会推荐寄宿家庭吗？我就3、2、1。卡琳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住宿舍呢，就是很容易，就是它就很像饭店嘛，所以你在台湾不管是哪里呢，都可以就体验那种宿舍的感觉。可是寄宿家庭是住在不同文化、不同国家的人家里，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一些当地人才知道的事情，然后口说跟听力用到的机会比较多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安静的那种人，我觉得我去住宿舍的话，我要主动去跟别人社交，我才会有交到新朋友的机会。但如果是寄宿家庭的话，像我自己的寄宿家庭是我的后妈会一直逼我讲话。她有一天就是我才第一天可能 check in 好了，她就会直接走来我房间说：“我好像对你不太了解，讲一下你自己的事情好不好？”就我刚开始也是觉得稍微有点困难，但是有打开话匣子之后，就开始聊很多，然后不停的练习英文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。我是觉得我自己住的经验蛮好的，因为我住到的是有养动物的家庭，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动物的人，然后我那个寄宿家庭他养了1只狗、2只猫、3只老鼠，我觉得过得超快乐。我每天回家就是去玩动物，可能带狗出去遛啊，或去玩猫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也都会就是可能会一起煮晚餐什么的，我就觉得经验是蛮好的。OK， 够了。那我觉得不管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，其实都还是挺有趣的。但如果是住宿舍的话，我觉得不会像住寄宿家庭那么深入，所以我会比较推荐住寄宿家庭。如果再给你下一次的机会，你会再住一次寄宿家庭吗？我会看到彼此的答案。就是Zona的意思。Zona，你的一半，因为就是我已经住过寄宿家庭了，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想要体验一下住学校宿舍的感觉。我也是。不知道，就是会2个都觉得蛮推荐，都想再试试看的。因为通常宿舍的话，你都要提前3个月到半年才会有床位，所以如果说今天时间上本身都比较偏短的话，我觉得寄宿家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那当然是因为以往的经验很好，所以就继续选择寄宿家庭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超级懒得自己煮啊，反正我也不会煮饭。然后呢，对吃又是一个很随便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寄宿家庭可以提供餐点给我，省了很多麻烦。那寄宿家庭的餐点好吃吗？问大家都迷之微笑。因为我那时候在爱尔兰，然后他们主食就是以淀粉为主，所以就是马铃薯啊、千层面啊这种都是淀粉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后面我想要多吃一点蔬菜，我都好久没有吃到菜，肠胃不是很顺畅。但是他就有准备清烫的菜给我，就觉得蛮好吃的。就是我吃到的东西都很不一样，就是一下是吃炸鸡，一下是吃牛排，然后我记得有几次吃那种超市会卖的那种冷的沙拉，就是它不是都是很热的食物，但是我自己想吃什么，后妈会尽量准备，可能看后妈准备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但不到好吃这样子。我的话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去的时候不太习惯，就是他们的食物都比较偏冷，像三明治啊、沙拉这种。然后一开始后妈给我准备的午餐就是三明治加一个苹果，我想说这个可以当一餐吗？大概前1个礼拜都没有吃饱中午的时候，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。回家的时候就跟后妈说，就是晚餐的时候就说，那今天没有吃完的晚餐，我可以打包，就是明天带去嘛。然后后妈就说可以，所以从此之后我的便当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饭。然后有时候后妈也会就是另外再特别煮给我，然后就蛮感谢的。然后我觉得晚餐是很好吃的，就是那种他会烤鸡腿、千层面这些的，我就觉得晚餐很好吃。他们都吃的比我好了，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中餐胃啊，所以就吃西餐可能吃几天 OK。那你要我天天吃的话，说实话就是吃不习惯。所以通常寄宿家庭包早晚餐的话，我觉得至少中间午餐可以吃自己想吃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算是一个综合。然后周末也因为自己都会出去玩，所以就比较不会吃寄宿家庭煮的饭。我想补充，就是我觉得我后妈应该是家里没那么有钱，所以她很常去买冷冻食品，然后可能就放在烤箱里面烤。我就连续好几
天菜里面就会有一个烤薯条，但又很干很难吃，就是他们都是用那种很便宜但是又很快速的东西，就没那么健康对我来说，所以我没那么喜欢。我有一个补充题，就是我想问你们的寄宿家庭是 local 吗？还是那种移民的家庭？我的是 local 的，就是当地纽西兰白人，就是说他自己是 Kiwi 这样。我的也是当地，我的是移民的，那你的是？我的后妈是菲律宾人。所以有更多亚洲菜吗？对啊，像烤鸡腿，我就觉得超符合我口味，好好吃。就算你的寄宿家庭不是 local， 其实也有好处。第4题就是住寄宿家庭的时候，你们会常常跟房东的家庭聊天吗？卡琳娜，有我。就是我觉得我的寄宿家庭呢，它也不是说一个很富裕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，就单亲家庭。跟我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它其实它的重心都围绕在他儿子身上，他的餐点也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吃，他就是时间到他就放在桌上，看我什么时候下去吃。然后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交流，就是只有我下去吃晚餐的时候，他在厨房忙的时候，我们就聊几句，然后我今天学校怎么样啊？我说还不错啊，然后大概聊5分钟就会结束吧，除非我有事情直接去找他，不然我们平常其实是没有什么交集的。就我的后妈那时候正在经历就是离婚打官司，所以她每天都在跟我 update 她的前夫做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，然后又跑去幼稚园偷看她小孩上课啊什么，然后申请保护令叭叭叭这些东西，就是定期跟我分享，然后我觉得蛮有趣，然后练习一些基本上不会遇到的英文的单字之类的。然后他也很信塔罗，我那阵子很喜欢听大众塔罗，就是他也想要算算看，就变成说他选一张牌，然后我要帮他翻译整个塔罗老师讲的那个东西，他自己也觉得很有趣，然后我也可以练习到英文这样子。我觉得寄宿家庭可能情况都差不多，因为我那个后妈也是，她是跟当地人结婚，然后生小孩，可是他们后来就离婚了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全部都是在一起，所以才住寄宿家庭。我是不要脸，就是每天晚上回去之后就找他们聊天的，因为那时候寄宿家庭他们有小孩，所以我就会故意以陪玩的名义去跟他们练习英文。那本身英文就不太好的情况下，甚至说他们本身当然语言就比我们好的情况下，我就觉得会进步比较快，就去模仿他们讲话这样子。那些小朋友会很吵吗？我的超吵，我的超恐怖。我家那个小孩3岁快4岁，可能是我亚洲人第一次看到白人的管教方式，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就那个小朋友会拿那种打火机想要烧窗帘啊，或者是吃冰棒，然后随便就丢在地毯上那样子。他妈只是吼他一下说 “Go away” 之类，然后他小孩就会直接玻璃心碎满地，狂哭，然后哭到很像他妈虐待他那样，但其实就是根本就没什么。我的是大姐姐，所以没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她也就是蛮照顾我的。我的是，他应该国小而已，国小的年纪，然后都窝在房间，应该是在打电动。就是我那小孩子在房间大吼大叫，就是打电动的时候不是都会啊，然后之类的。也是小朋友啊，但会跟他们一起玩电动，所以就还好。可能我是男生吧，对啊，就一起啊。男生，我刚开始也会想一起玩，但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小孩，就是太恐怖了。觉得他可能拿冰棒会不想粘到我头发，觉得算了算了。你曾因为住宿规矩太多而觉得不方便吗？哦，你的感觉很惨。哦，我也是，不好吃又不会交流。但是我还是一开始是推荐的啦，对，就还是可以聊个几句。其实我觉得一般都还好，就我没有什么被限制洗澡时间或者是什么太夸张的规定。就是衣服嘛，1个礼拜洗1次，然后他们家没有干衣机，所以他拿去洗之后大概要3-4天才会还我。而且因为爱尔兰很常下雨，它也不是晾在户外，它就是在屋子里面这样阴干的，所以那个味道啊，好这就算了。那1个礼拜他帮我洗1次衣服，所以我内衣裤我当然每天自己手洗啊。那我又不可能挂在外面，我就挂在自己的房间，房间有窗户，我就把内衣裤挂在有窗户，然后是后妈见着看到，他就骂我，他就狂骂我说你内衣裤怎么可以挂在窗户上，窗户旁边？我想说。我就让人回好，我会改进。我也不知道我要挂哪里，那我到底要挂哪里？有脱水？没有，不是啊，没有脱水。哪里？不是啦，是我自己的内衣裤自己手洗嘛。对啊，然后你洗完不会脱水，你只能拧干，就拧干啊，然后拿回房间挂。然后就被骂，傻眼。但是被骂完之后没有，还是继续挂，还是继续挂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挂哪里。我感觉挂低一点啦，他可能会觉得旁边看起来不好看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会分成年纪耶，如果是18岁以下的话，通常都会有门禁；18岁以上就没有，所以这个还好。那我觉得比较不方便的是，有些寄宿家庭不会给钥匙，所以你可能会需要配合他们的时间点去做进出。如果说你今天下午
没有安排，但他们还没回家的话，你就找地方去晃一下。哦，那你们自己的学生有没有那种洗澡有时间限制？有非常多，蛮多非常。我觉得英国比较常遇到这个事情，尤其是他们那边的热水器本身就比较贵，所以他们有些寄宿家庭他可能2天或3天才洗一次澡，也是有这种类型的寄宿家庭。我的话，我的寄宿家庭就是非常天使，因为我一进寄宿家庭的时候就有问他说，这边洗澡有没有什么规定？他就直接反问我说，你要什么规定？洗澡是什么一整天最放松的时刻，所以就是我要洗多久都可以。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看你的寄宿家庭有没有接很多学生，就如果今天他接待的学生很多，你可能光是洗澡你就要排队排很久，然后就会有固定的洗澡时间，然后你可能就要固定时间回家这样。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，有些寄宿家庭不太喜欢学生一直待在家里面，对，尤其是那种又不喜欢互动的学生，那我会希望你多出去走走这样子。但的确都不喜欢学生没有去上课或者没有工作，然后一直待在家。那这里面有宿舍的经验的人，就是住在宿舍，你有被吵到睡不着过？因为听说那个宿舍隔音很差。OK， 3、2，唐纳圈为什么？宿舍隔音差，你真的很惨。我是住那个美国跟加拿大的宿舍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家庭式的，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隔音的那个墙壁啊，根本就是一张纸。我想一下，就是他们是家庭式嘛，所以就是一个公寓里面可能有3、4间房间。那你如果在隔壁间呢，你知道很大声，就是正常的走路或者是那个插头啊。豆腐头插进去那个声音，我甚至都听得到然后你大声讲电话，然后你在外面洗碗啊、洗衣机什么，真的都听得到。所以如果室友就是半夜12点，很多那种1、2点在洗衣服，那1、2点在洗衣服，他就绝对会吵到室友，那会睡不着。所以隔壁在那边怎样？就是带人回来吗？会有，但是我没有遇过，就是室友有带朋友回来，还算是好室友。我也没有啦，但也有遇到之前类似的情况。我没办法接受，就是有些学生会，尤其是室友吧，可能会开灯睡觉，这个我就比较受不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除了耳塞、眼罩能的话，也是建议戴一下。有时候是楼上走动，你都可以听到是谁在走。然后男生的可能会角度比较重，就咚咚咚咚咚；女生可能相对比较轻一点点，因为他们的房子就是木造的嘛，所以一定会有声音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的宿舍又是相对比较旧一点的话，那一定也会有一些味道在。因为国外可能欧洲或者美洲很少出现地震，所以他们很多建筑都是那种100年老建筑，那种木头，然后越老他们觉得越值钱，构造不是那么好这样子。如果价钱差不多，你会选宿舍还是寄宿家庭？只有我因为你刚刚都叉叉呀，家庭很多问题。我觉得就是年纪大了，开始对生活有一个自己的生活模式了，不想再被管的那一块被挂在哪里。你可以忍受旁边开它比较吵，但是当然我会加入啊，还可以加入。我就是单纯觉得，反正价钱都一样啊，寄宿家庭有包3餐，我就不用自己煮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其实寄宿家庭都在当地的住宅区。所以生活感的体验会更强，不会说在台湾都在水泥丛林哦。对，那去那边的话，就真的是在当地好好放松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寄宿家庭是不是通勤时间会比较久？对，通勤时间通常会落在1个小时左右。我的就是1个小时整，然后你还要换车一次，就是你要走10分钟到公车站牌，搭公车之后再换一台公车才会到我的语言学校，就是已经算是蛮远，但是我很喜欢通勤，就我喜欢坐在公车上面看街景啊什么，然后看就是公车上人都在做什么之类，就我喜欢观察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适合住寄宿家庭。有时候其实就跟在台北，你从淡水到就是可能东区这边也差不多一样的时间。那通常住寄宿家庭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伙食费考量。你住宿舍，如果你不自己弄3餐，每天要吃外食的话，那一定会比你交通费来的更贵。对，所以像英国，假如说一餐抓5到10磅好了，其实你2、3天的交通费都有了。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寄宿家庭的小细节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比如说是跟寄宿家庭相处的过程啊，文化冲击、饮食习惯等等，或者是住寄宿家庭跟宿舍的差别，这些精彩的部分千万不要错过哦。